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复利。复利是大多数希望财务自由的人都必须掌握的思维方法。爱因斯坦说过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，威力超过原子弹爆炸。我们来看复利的威力到底有多大。巴菲特现有的财富是1263亿美金。目前 CEO 最高的年薪是2亿5300万美元。这个 CEO 要连续工作多少年才能达到巴菲特的财富呢？我计算了一下，是499年，接近500年。巴菲特的财富是靠投资，不是靠工资。投资是复利，工资是单利。这个例子说明复利的威力有多大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古代印度有一个国际象棋的发明者，国王为了奖励他，就问他需要什么。这位发明者说，国际象棋棋盘上有64格，他需要第一格放1颗米粒，第二格放2颗，比第一格翻1倍，第三格放4颗，比第二格再翻1倍，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放满64格。国王不加思索地认为他的要求不高，于是就同意了。接着就开始放米粒，刚开始还比较顺利，一袋一袋的放，结果把全国所有的米都放进去，也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要求，甚至把当时全世界所有的米都拿来，都无法放满整个棋盘。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复利的威力之强大。还有另外一个故事，一张 0.1 毫米厚无限长的纸对折42次，它的高度就可以从地球到达月球；对折51次，它的高度可以达到太阳；对折84次，它的高度甚至可达银河系。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复利的威力是非常之大的。像国际象棋上放米粒、对折纸和细胞分裂，开始就相当于2的0次方，第一次翻倍就相当于2的1次方，然后是2的2次方、2的3次方。这个效果是不是像《道德经》里所说的1生2，2生3，三生万物，或者像《易经》里的太极生2仪，2仪生4象，4象生8卦，或者像二进制代码可以产生整个数字世界，这是不是解释了财富积累的规律？所以我认为复利就是财富积累之道，或者是投资之道。这个图显示了单利和复利的区别。单利就是每次计算利息时本金不变，复利是每次计算利息时本金要加上上一次的利息。单利是加法，复利是乘法。银行存款一般都是按单利计算，但是贷款一定要按复利计算，因为复利算出的利息要比单利高。随着时间的增长，复利的威力越来越强。通过这个图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投资一定要坚持复利思维，而不是想着一夜暴富或者追求短期高收益。追求复利时间越长，威力就越大。如果我们要想实现财务自由，让财富复利增长，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但我们要知道，树不能长到天上去，所以也要知道复利也有限制。比如说人口的增长，人类它可以生下一代，如果没有限制的话，它可以接着生，他的孩子成人了也可以生。像这样持续不断的话，人类很快就占满了整个地球。大家都知道人是需要吃饭的，如果人太多，
整个地球都无法满足人的需求。就像现在人口太多，许多人正在饱受饥饿、瘟疫和战争的摧残。人违反了天道，就会受到惩罚。显然，人口复利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。复利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。比如经济、社会和科技的发展，比如细胞的分裂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一个细胞开始，慢慢的分裂，一生二，二生四，不停的分裂，直到长成需要的功能就停止分裂。这些都是复利现象的具体案例。下集我们讲复利的要素、特征和应用。拜拜。